奇怪吧？天蚕一，我说过，他算准我们会再次相遇，我得躲过你的暗器，才有机会宰了你。但是很多年以前，他就已经把天蚕一送给了我。也许他没告诉你，他有2件。就算如此，你也未必有胜算能杀得了我。也许，但我有信心跟你同归于尽。要离开这里，你还是得从井里逃出去。在水里，你连1分机会都没有。你带走小蝶时，就该知道过去1年，我是靠什么过生活。易叔叔，高老大，您的信。谁送来的？人呢？送信人不肯说出身份，信留下就走了。走了？你就让他这么走了？吕香川是这么教你们办事的吗？送信人留下一句话：高老大看了这封信，会比不看要安全。这里都是绿香川的人，你怎么敢过来？不都是绿香川的人，要不然你是怎么收到我的信呢？我在孙府不是白待了那么久的，总会留下点东西，这也算合理吧？于红是你的人啊？不光他一个。那你一定也已经知道，老伯并没有死，可能连七星阵的剧毒也已经解了。绿香川上来了吗？我的天哪！原来老伯是故意把七星针送回来的，要逼绿香川下井。以小梦的个性，绝对不会让绿香川活着上来，那就会同归于尽。我以为老伯中意这个女婿，没想到到了紧要关头，他还是牺牲了他。你知道老伯的计划了？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没用了。既然老伯还活着，所有的计划就会有新的变化。你应该立刻告诉万婆王这个改变，至少要把身边的叛徒先处理掉，不要发生和老伯同样的情况。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回飞鹏堡，明天正午跟我们家主子一起面对老伯的攻击。
此地此刻一分别，不知道你我何时才能相见。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，换个身份，也许我们能成为好朋友。可现在，留待下辈子吧。无论死的和活的，大家都有去处。我呢？我该何去何从？两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，怎么打起架来居然像两条野狗一般，你咬我啃的？这让江湖人知道了，还不闹出天大的笑话来？你们就不觉得一点点的惭愧吗？叔叔教训的极是，小侄觉得惭愧极了。你谁呀？我的易乾隆易叔叔。哦，长江13寨总瓢把子。你想说久仰是吧？甭客气，你不用那么崇拜我，我也是一个凡人呐。不错，长得是挺平凡的，但所作所为却惊天动地，一点都不平凡。哦，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的棒。来，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易乾隆，江湖传言是近30年来水性最精妙、武功最博杂的人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怎么样。啊，原来你不崇拜我呀？为什么呀？你原本是老伯最好的朋友，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出卖了他。谁说我出卖他了？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我一见到他，他就要我去替他卖命。我只是先溜了而已。好，够义气，够朋友。喂，小伙子，这我得好好跟你说说，我不能太够朋友，太讲义气了。哎，我知道你有些瞧不起我，可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呀，是不是？你听我好好跟你说说，我有27个老婆，28个儿子，闺女还不算，还有一大家子，属下喽啰、跑堂什么的要养活。你说我能去为别人拼命吗？我要是死了，你说这得生出多少个孤儿寡母什么的呀？是不是？这一大家子还不乱了啊？易叔叔，你再这么说下去，他的体力就完全恢复了。是吗？啊，小伙子，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说，生活有多么的艰难，我的处境有多么的心酸，你怎么一点点都听不进去呢？你居然还在这里喘息，怎么着？你还想再跟我这大侄子打一架呀？嗨，怎么说你也是近10年来最冷酷、最懂得杀人的杀手，你已经有那么大名气了。在跟人拼命的时候，怎么着你也得讲究那么一点点成名杀手的风度吧？怎么能够像疯狗咬人一般没有章法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小子，你叹什么气呀？我这也是在争取时间给你喘息呢。易乾隆，吕香川，他连老伯都能背叛，你以为帮他这点小忙，他就会善待你吗？哟，这倒提醒我了。嗨，我干嘛来趟这趟浑水呀？我不错，你既已溜了，干嘛要回来？我这不是缺钱吗？本来想到老伯那儿榨他点油水。我给，不论多少，只要易叔叔您开口，我都愿意给。你愿意？你给？我当然愿意。你也太干脆了吧！我当然是有条件的。
这就对了。哎，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孟星魂一条命，10万两黄金。10万两，成交。还没到口袋里的钱，不是自己的钱。这话有理。叔叔，您看我都这样了，您杀了他还怕我不付钱？哼，这话也对呀。这么着，我先给你拿钱去，然后我再回来杀他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到了上面就是绿香川的天下，任凭你是什么龙都没用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我是老大，我说了算。是不是只要给你钱，你什么都愿意干？废话，钱是祖宗，穷是孙子，这点道理你懂吧？哎，小伙子，别乱动，别乱动啊！你放走绿香川，老伯将永无安宁。小伙子，咱俩初次见面，好好聊聊，好好聊聊啊！高老大，果然没一个靠得住。来人，总管，你又回来了。人呢？暗卡上的守卫呢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，没人擅离职守。都在。那么多双眼睛，怎么会让易乾隆进来？易乾隆，以后再说。让枪队都进来，把这口井封了。快快快！绿大总管，别忘了，你还有外3层的弓箭手呢。绿总管的弓箭手来了，你要他们做什么呀？封着水井是吧？易叔叔，您误会了，这本来都是要对付老伯的，现在既然易叔叔您来了，孙府的一切自然由叔叔做主。哼！易叔叔一定知道我舅舅的事了。陆漫天怎么了？死了。被老伯杀了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舅舅生前一直把易叔叔当成生死与共的好兄弟，他临死前要我转告叔叔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小心老伯。啊，原来你背叛了老伯，是为了给你舅舅陆漫天报仇啊！多谢易叔叔体谅。大侄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说谎的时候看起来最老实。易叔叔明察秋毫，小侄从来不敢在您面前撒谎。可有一个人的说法跟你却不同。叔叔，您千万不要听信孟星魂的话，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，又是婊子养大的。他从来不说人话的。他的话我当然不信了。其实我谁的话都不信，只有一个人的话例外。谁？我。
儿见过主子，给主子请安。起来说话。是。主子已经好多年没有离开过飞鹏堡了，谢主子对秀儿的信任。肯定是屠城。是。养了一只会咬主人的狗，还是只笨狗，牙齿不够利。哼。对了，孙玉伯那边怎么计划？有负主子的信任，我没能打听到。但是我很确定的是，高老大和绿香川是不知情的。老伯已经受了重伤，15的约期他肯定是赶不上了，但他确实是布置好了人手，准备进攻，这是不会错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观察他如何撤退人手。撤退也是特别讲究，全身而退才能保存实力，图东山再起。修儿，你真的不愿意留下吗？主子，秀儿爱过绿香川，即便是很短的时间，那也是对主子的辜负。我决定亲手杀了他，而后远离尘世，永远隐姓埋名，做个普通的妇人。你真的会杀了他吗？会。如果我不杀他，他就会杀我。这是你心里的一块石头，一定要除去。杀了绿香川，四处散散心，然后回到飞鹏堡。我身边的女人无数，但没有朋友。细细想来，我早就把你当成红颜知己了，所以一定要回来。老伯，哎，坐着。这回你总算全明白了吧？是，你非但没有背叛老伯，更没有逃走，而是秘密的在帮他训练狐族成员。不错，最好的人要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你去过飞鹏堡？没去啊。我跟老伯约定，13以前，他有命令给我，我们就约定15正午动手，从后山偷袭飞鹏堡，否则就来这里。而你没有接到命令？没有，传令的人都被绿香川给杀了。孩子，知道错在哪儿了吗？你太心急了，这是你的老毛病。你太早对那些人下手，你应该等他们进了飞鹏堡之后，
再对付他。你太急了。你从小，我对你就超过对孙健。他连我书房里头有几个密室都不知道，更何况我把里面的卷宗全数都交到了你的手上。如果你是我孙府最后一个好人，你就可以成为我孙玉帛整个霸业真正的继承人。你太急了。你还是太早对付我的人，还是因为你太急，你太匆忙，没有召集你所有的人手，只带了你少数的心腹。唉，只可惜呀，你的那些心腹里面，有很多都是别人的心腹了。没想到吧？我的人早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你，以逸待劳。其实胜负早就分出来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老伯已是算无一策。只可惜啊，他漏算了一件事。他没料到你会来。是，我差点误了老伯大事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些。你想跟我同生共死。老伯知道你不会让绿香川活命的，一定会跟他同归于尽。绿香川可以死，但你不能死。所以呢，就只好麻烦我这把老骨头下来瞧瞧。我这辈子确实看错过很多人，可是我却没看错你，也没看错你。这辈子值了。老伯，马车已备好。好，得赶紧去把我的女婿的伤治好啊！哎，你们得小心抬着啊，别颠着这小伙子。不用，我能走。哎，老伯，我得先去个地方。可惜呀，我早就派人把小蝶接回府了。她已经好久没回过家了。就算现在有了婆家，也得先回娘家去坐坐。嗯。去吧，啊，小心点。大侄子，第一次跟你做生意就做不成了，10万两黄金呐！要不，你再加5万两？嗯？哎，还好还好，筋骨伤养养就好。嘿嘿，你丈人府上有的是上好的金疮药，什么跌打损伤、肿痛接骨什么的，保证是药到病除。哎，我说老易啊，你是不是功夫搁下了很多年了？为什么动作慢得跟个老太太似的？哎，你要早点下去的话，心魂能被打成这样吗？喂，你可得讲理呀！你这女婿可是带着伤下去的，
吕香川的暗器上都淬了毒，我又要自保，又要保他，还得给他时间让他喘气。你说这活哪那么好干？你知道我当时费了多少脑子找话说吗？你说，我平时是那么爱讲话的人吗？你是我。记得啊，以后别跟他太亲近，除非你能让他以后不说话。多谢易大侠。哎，你听听，我已经从卖友求财的混蛋变成大侠了啊！哎，别乱了辈分，你还是跟蝶儿丫头一样叫我叔叔吧啊！哎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绿香川呢？就放他在那儿。他在没有确定老伯要如何对付他之前，他连动都不敢动。我估计啊，至少会跪到亥时，他才发觉老伯没想要他的命。你要放过他。我老了，大概是心软了，不想杀人了。他要是聪明的话，他就会自尽。有的时候啊，人活着比死了更难受。高老大是来见绿总管，还是老伯？你不是被老伯处死？不，没有。老伯只是派了我去做别的差事。你的心脉将断，给你6个时辰，回家和你母亲好好说说话吧。谢老伯成全。和你母亲好好说了吗？是。老伯，不怪你，但是也不能不罚你。是。我要你装死，叫他们把你扔到河里头去。你去找易乾隆，加入胡总，听他差遣。是。这么说，老伯在那时候就对我起了疑心，何方的事并没有瞒过他。蝶姑娘，到了，请下车。
尸群。美人儿，怎么着？等我呢？是不是想好了做我28房的小妾啊？总瓢把子在寻我开心呢。嗨，哪有啊？他可是认真的。只要你愿意，他立马到快活林去给你下聘。有事儿啊？怎么不进屋里坐呢？地方都熟了。你的伤全都好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托你的福啊！哎呦喂，小兄弟啊，小爹的后半辈子就指望你，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！啊，慢着点吧。老伯，我上次看这老家伙抱着女儿，还是在蝶丫头5岁的时候。爹，我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我的爱是一把剑，要为你这道界限，只可惜流水却把它卷入深渊。不知道时间是否能为我再停留。谢谢，让我刻下你的名，留下你。兄弟，你有个好女人，我知道。不管雨如何流
间，它沉入水底，永不腐朽。任那风景轻变幻，任那雨无情游走，只希望你站在相遇的街头。都说是时间如水，一去已不回头。小蝶，千相思难消坠红楼，你我再也难聚首，只空流水月悠悠，爱的剑是刻在我心中。谢谢你还活着。都坐吧，都坐下说话。我们还有客人。高老大，请坐。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小事没了，是吧？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甘愿受罚。还有一件事，高老大，你会怎么处置的？你有什么建议吗？高老大后悔不该跟绿香川勾结，真心认错。他希望得到您的原谅。您会原谅他吗？原谅他？他做错什么了吗？换成是我会更狠，更利落。而他只是对大小的概念太差，江湖太大，不是他能够玩得动的。他又嫌快活林太小，自己却不知道快活林已经可以是个王国。毕竟是个女人呐。你已经受到了惩罚。在我离开之前，已经交代绿香川把快活林的地契交给你，这地方早就是你的了。原来我一直为了这早就是我的东西，被绿香川羞辱和利用。你看错的人不单是绿香川一个。我收拾完绿香川，再来给你请罪。不用了，绿香川已经不用你收拾了。你从来都不原谅叛徒，为什么要放过我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。不过，你为我照养了一个好女婿。恩人，大姐，你们就
没人把我当成一个女人。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女人。那我把自己当成什么？强者。你认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？风吹起了从前你入睡的那容颜，摇摇晃晃，像盛开的睡莲。大雨滴落在昨天，你回首的那瞬间，多少爱恋想要让你看得见。我的爱是一把剑，要为你这道界限，只可惜流水却把它卷入深渊。不知道时间是否能为我再停留，让我刻下你的名，留下你的温柔。不管风如何变化，不管雨如何游走，爱的剑它沉入了水底，永不腐朽。